嗨，你好，我是 Gab。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能够颠覆你对互联网认知的一个东西。你肯定知道什么是程序代码，就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电脑上的软件，都是用程序代码写的。那你也肯定知道什么是合同，买房、租房、入职工作都得签那份厚厚的文件。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把代码和合同这两个东西扔进 Web3 里头，会练出个什么玩意儿呢？答案就是智能合约。我知道啊，一听到代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哦，我懂了，智能合约不就是一段代码吗？有道理。哎，等一下啊，这个想法啊对，但是也不全对。这就像说老虎和家猫都是猫科动物一样，它的 DNA 类似，但是呢，一个是在家里等你投喂，但另一个啊在丛林里那可是百兽之王啊。智能合约呢，就是代码世界里的那只区块链猛虎，它和我们手机 APP 里边的普通程序啊有3个核心的区别。第一呢，是它的家不一样。普通程序住在某个公司的服务器里边，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些 APP 都需要通过网络先访问这些服务器，才能正常的交互和使用。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的关闭这些服务。但智能合约就不一样了，一旦呢被部署到区块链上边它就活在了由成千上万台计算机组成的去中心化网络里边，没有人可以单方面的控制它、关闭它，它会按照写好的规则永远的运行下去。那第二呢，就是它有金刚不坏之身。你手机里的 APP 隔三差五的就收到更新的通知，那是工程师在根据开发的要求对系统进行定期的修改。那智能合约一旦发布它的代码就再也无法更改了，就像是把合同条款刻在了石头上，所有人都能看得见，谁都别想耍赖。这种几乎不可篡改的特性就带来了对代码前所未有的信任。那第三呢，就是它是个耿直男孩。普通的程序代码是公司的商业机密，一些基础的工程师岗位甚至看不到全部的代码。智能合约的代码在区块链上是完全公开的，谁都可以去审查。这段代码的工作原理和编写逻辑，在区块链上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讲完了它和普通程序的区别我们再来看看它跟我们熟悉的纸质的合同比又智能在哪里。传统的合同呢，在本质上是一个君子协定，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有律师和法庭来做担保。但只要是人参与就有可能会出现扯皮、有违约、有纠纷。但智能合约呢，就简单多了，它就像一个没有感情、六亲不认的智能售货机，只要你投币，并且机器里边有货它就自动的调出饮料。整个过程呢，不需要收银员，不需要信任，也不需要等待。智能合约里的代码呢，就是 Web3 世界的法律，只要条件被触发了，结果就自动产生了。正是因为这些特性智能合约才能成为整个 Web3 世界的基石。我们今天看到的去中心化金融网络可以让陌生人之间安全地完成传统银行需要很多流程才能完成的工作。那像我们热议的 NFT 呢，它的所有权和交易规则就是靠智能合约来保障的。甚至像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去中心化身份、供应链溯源等等所有需要信任和自动执行的场景都是它大展身手的舞台。它不是一段冷冰冰的代码，而是一种全新的信任逻辑，一种构成未来数字世界的基础材料。智能合约从诞生到执行，它的完整生命周期可以清晰地分为4个关键步骤，分别是编写、部署、触发和执行。我们先来讲讲第一步，编写。一切的开始都源于代码。智能合约本质上就是一段计算机程序，由开发者使用特殊的编程语言，比如说最流行的 Solidity 来编写。你可以把整个过程想象成一位极其严谨，甚至有点强迫症的律师在起草一份传统的合同。但不同的是，这份合同的每一个条款都是一行精确的逻辑代码，它没有模糊地带，也没有酌情处理，只有冷冰冰的 if 和 then。我们拿一个最经典的众筹合约来举例开发者呢会在代码里清晰地定义好所有的规则。比如说规则1，要设定一个众筹的目标，假如说是100个烧饼。那规则2呢，就是设定一个截止的日期，比如说30天后。那规则3呢，就是编写一个核心逻辑。如果在截止日期之前筹到了100个烧饼，那么合约将自动把这些烧饼转给项目的发起人。否则呢，就是在逻辑中出现意外的情况。如果到期仍然没有达到目标，那么合约将自动把所有的烧饼原路退还给每一个支持者。那在这里呢，每一个条件、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烧饼
都必须的被精确的写入代码，因为一旦进入到下一步啊，这些规则就再也无法更改了。代码的质量呢，直接决定了合约的命运，所以任何一个微小的漏洞啊，都有可能在未来造成灾难性的结果。第二步呢，就是部署。这个部署啊，可不是简单的把文件上传到服务器上，它是通过一笔特殊的交易，将编译好的合约代码永久的、不可篡改的写入到区块链上。这个过程啊，就像我们刚才把起草好的合同条款用激光呢雕刻在一块永远不会被腐蚀的石碑上一样，并向全世界啊进行公证。一旦部署成功，这条智能合约就会在区块链上获得独一无二的地址，就像我们的门牌号。从此呢，它就成为了区块链这个去中心化世界里头的一个独立的公民，它静静的等待着被唤醒。那当然了，为了让全网成千上万的计算机节点啊都为你记录和储存这份合约，你呢就需要支付一笔费用。这个费用啊，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 gas 费。接下来就是第三步，触发。部署上链的智能合约啊，就像一台通了电但处于待机状态的自动售货机，它不会主动的做任何事情，它需要外部的指令来触发。这个指令呢，就是交易。任何人啊都可以通过公开的合约地址向它发送一笔交易，来调用其中的某个特定功能。回到我们刚才众筹的那个例子啊，比如说当用户 A 想支持这个项目，他就会向这个众筹合约的地址啊发送一笔包含1个烧饼的交易。这个交易呢就会自动触发合约里边的投资功能。合约收到这笔钱之后啊，会立即更新自己内部的账本，它会记录下 A 的地址投资了1个烧饼，并且呢将已筹集的总额啊增加1个单位。随着参与交易的人越来越多，合约内部的状态啊就会不断的根据预设的规则进行更新。那第4步呢，也是最核心的一步，执行。当触发条件满足的时候啊，比如说众筹时间截止，智能合约是如何保证这个结果啊被公正的客观的执行，而没有人能从中间捣乱呢？答案呢就藏在智能合约的运行机制去中心化共识这个里面。这个过程啊由一个叫做虚拟机的特殊环境来处理。你可以把这个虚拟机啊想象成一个存在在全球无数的计算机当中一个统一的唯一的超级计算机。当这个众筹的截止日期到了的时候啊，有人发送了一笔交易，触发结束众筹这个功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第一呢，就是这个执行的指令啊会被广播给区块链当中的所有的节点。第二呢，就是每一个节点上的虚拟机啊都会独立加载这份智能合约的代码，并执行相同的指令。他们各自啊都会检查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超过了截止日期，那已经筹集的烧饼是不是大于100个。第3点呢，就是成千上万的节点啊同时的独立的进行计算，因为代码是确定的，输入又是相同的，所以呢他们得出的结果啊也是一致的。比如说这个众筹活动，它得出的结果就是众筹成功，现在呢应该把所有的烧饼全部都转给这个项目的发起人。那第4呢，就是这个一致的结果啊通过共识机制，比如说工作量证明或者是权益证明等等被确认，然后呢打包成一个新的区块，永久的记录在了这个区块链上。烧饼的众筹活动啊自此就完成了。所以你看到了吗？智能合约的执行啊不是靠某一台服务器，而是靠全球成千上万台计算机啊共同的验证、共同执行、共同记账。除非你能同时控制全球超过1半以上的计算机，否则啊你就不可能篡改这个结果。这就是智能合约不可阻挡和绝对可信的根本原因。所以呢，总结一下，智能合约的运行原理啊，就是一场由代码、区块链和去中心化共识共同导演的完全自动化的程序。它将人类商业活动中啊对于人的信任转移到了对数学和代码的信任之上。理解了它的运行机制啊，你就会达到解锁整个 Web3 世界的钥匙。那么这把钥匙究竟能打开哪些超乎想象的大门呢？今天啊，我们就跳出那些复杂的概念，就看一看智能合约正在或者即将在哪些超乎想象的领域里头施展它的魔法。首先呢，我们来聊聊身份和证明。从小到大，我们拥有无数的证件，像毕业证啊、身份证啊、房产证啊，还有演唱会门票等等。它们都是纸质的，容易丢失或者损坏，而且呢，非常容易的被伪造。智能合约啊带来的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数字凭证。你想想啊，你的大学学位不是一张纸或者一个网站，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由学校官方颁发的记录在区块链上的数字徽章，也就是 NFT。它通过智能合约与你的数字身份牢牢的绑定，任何人都无法篡改或者是复制。当你求职的时候，不再需要打印复印件或者是上学信网进行复杂的验证，只需要授权对方查看你的链上凭证，真伪就立变，就可以立刻知道你的身份。这种模式可以拓展到任何需要证明的场景，比如说演唱会门票的真假、会员资格卡、专业技能证书等等，甚至呢是一个社区的贡献证明。它让我们的身份和成就变得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所有，安全、便携并且可信。除了数字 ID 之外智能合约还能保护我们的食品安全。你有没有担心过你买到的进口水果是不是真的？或者说呢，你想知道你每天都要喝的咖啡，这个咖啡豆在背后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智能合约正在让溯源变得前所未有的透明。在供应链的管理中，我们可以为一批货物创建一个智能合约，从它离开产地的那一刻，它的每一次转手、每一次仓储、每一次质检，甚至是每一次加工，相关的信息都会被写入到这份合约当中。因为区块链的特性呢，这些记录呢一旦写入就无法删改。最终呢，当商品到达你手中的时候你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它从农场或者从田间地头到你餐桌的完整的旅行日记。这份由代码保证的透明度不仅能够有效地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更能够让我们和消费者的商品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信任连接。现在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人工智能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可能是由无数个功能各异的 AI 智能体组成的，但问题是这些互不相识、由不同公司开发的 AI 如何能够安全的互动、协作并进行价值交换呢？智能合约正是他们之间最好的契约和沟通工具。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个智能体，让开发者像搭乐高积木一样拖拽不同的 AI 模块，通过智能合约将它们连接起来，创造出可以完成特定任务的自动化机器人。比如说，你可以创建一个工作流，让 AI 呢自动的帮你监测天气预报，并在下雨的时候自动关闭家里的窗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智能合约确保了每一个 AI 都能够按照预定的规则行事，每一次的调用呢都会被准确的记录和结算。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自动化，它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经济。在这个生态里头， AI 可以拥有自己的钱包，通过执行任务来赚取报酬，并支付费用来调用其他 AI 的服务。而智能合约呢，就是这一切背后信任之网和规则的执行者。你再也不需要为不同的 AI 去管理不同的账单了， AI 的使用成本也能大大的降低。像数字身份、商品溯源、AI 协作等等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从去中心化的管理社区，到公开透明的投票系统，再到数字内容的版权保护，智能合约的应用边界只受限于我们的想象力。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像是一种新的社会协作工具。它用代码的确定性来取代人类社会当中的模糊和不确定的信任，正在为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的数字未来。这一切听起来都是如此的美好。一个由代码构建的绝对公平的、永远不作恶的世界似乎就在眼前。但是呢，任何拥有光明未来的技术都必然伴随着同样深刻的阴影。智能合约和 Web3 同样面临的安全风险，那就是代码陷阱。我们必须牢记智能合约世界的第一铁律：代码即法律。这句话的含义就是一旦智能合约被部署到区块链上，它的代码就是最终的、唯一的、不可更改的执行准则。没有客服，也没有仲裁，也没有通融一下，代码怎么写它就怎么跑，直到永远。这种不可篡改性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既能抵御外界的恶意篡改，确保规则的公平执行，但它呢同时意味着，如果代码本身就存在的缺陷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疏忽，这个缺陷也会同样公正的、永久的执行下去。那它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在智能合约的历史上一些代价高昂的攻击事件，并非黑客攻破了区块链的底层系统，而是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合约代码自身的逻辑漏洞。这就像发现了一个法律的漏洞，然后呢完全合法的从中攫取了不属于自己的利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几个经典的代码陷阱。
第一种漏洞啊，就叫做重入攻击。这个漏洞啊，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循环提款的漏洞。你想象一下，在一个设计并不是很紧密的合约当中，在你提款的时候，它的操作顺序是我先给你钱，然后再更新你的账户余额。攻击者呢，就可以编写一个恶意的合约，在第一次收到钱，但对方的账本还没有来得及更新的时候，立刻再次发起取款的请求，如此的循环往复，直到合约里边的资金啊全部被提走。攻击者呢，自始至终也没有破解任何的东西，他只是利用了代码执行顺序上的一个致命的缺陷。那第二种漏洞呢，就是整数溢出。在计算机的编程当中啊，数字的储存是有上限的。当一个数字不断的增加，超过了这个上限，它就会像时钟一样归零，这就是溢出。反之呢，从一个很小的数，比如说0，再减去它的结果有可能不是-1，而是可能变成一个这个数据类型里头的最大的值，这就是下溢。如果开发者没有对这类型的极端情况进行检查，攻击者就有可能通过一笔精心设计的交易，让合约里的某个关键的数值，比如说它的代币的余额啊，发生了溢出，从而呢凭空的创造出巨额的财富。除了这些具体的攻击类型啊，还有更多源于设计逻辑本身的缺陷。归根结底呢，这些漏洞的核心啊，来源只有一个，就是人的失误。代码是人写的，而人呢总会犯错。但在传统的软件世界里，发现的 bug 只要发一个补丁就好了。而在智能合约的世界里头呢，由于不可篡改的特性啊，发布补丁啊极其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啊，就有可能创造出无法挽回的永久性损失。它要求开发者呢具备极高的严谨性和专业性，也催生出了专业的智能合约审计这个行业。就像建筑工地竣工之前啊，必须进行严格的质检，以确保这个代码不会出现重大的漏洞而导致坍塌。那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智能合约的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那答案就是它必须也变得更加的聪明、更健壮，也更开放。首先呢，就是更聪明的合约，就是与 AI 的深度融合。在未来的智能合约开发当中啊，将不再是开发者孤军的奋战， AI 将成为我们最强大的安全伙伴。AI 驱动的审计工具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扫描代码，能够比人类更高效的发现那些已知的漏洞。更进一步呢， AI 甚至可以在合约运行的时候啊，实时监测到链上的交易，一旦发现符合某种攻击模式的行为啊，就可以提前的预警，甚至自动触发熔断机制，暂时的冻结合约，避免损失的扩大。AI 与智能合约的结合啊，将为代码安装上一层更智能的大脑和更灵敏的神经系统。那其次呢，就是更健壮的合约，也就是标准化和形式化的验证。随着行业的成熟呢，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经过千锤百炼标准化的合约模板的出现，就像官方给我们提供的标准的建材模块来盖房子一样，远比自己去一块一块的烧砖头啊搭建起来的房子更加的坚固。同时呢，一种叫做形式化验证的技术啊，正在被更多的应用。这是一种用数学的方法，从逻辑层面上证明一段代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某种错误的方法。就像是在合约发布之前啊，为它进行一次彻底的数学级别的体检，以确保在其内部的逻辑啊绝对的健康。最后啊，就是更开放的合约，也就是跨链的操作性。目前啊，大多数的智能合约啊，就像是一座座的信息孤岛，只能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区块链上运行。而在未来呢，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啊，就是跨链技术，它将允许部署在不同区块链上的合约啊，安全的、顺畅的相互通信和协作。这将构成一个真正的合约互联网。你的每一个操作可能会触发一个横跨数条区块链的、由无数的智能合约组成的复杂工作流，释放出难以想象的合作式的创新能量。现在啊，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我们从一台神奇的自动售货机开始啊，一路拆解了它的内部构造，包括编写、部署、触发和执行。我们也看到了它在身份信息、安全溯源、AI 和娱乐等领域开启的无限可能。我们也了解了它之后可能会产生的严峻的安全挑战。那智能合约它究竟是什么呢？它本质上啊不是一种货币，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它更像是一种新的信任点。人类社会的协作啊依赖于对中间机构的信任。我们之前呢信任银行，也信任平台公司，而智能合约呢第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啊将信任的对象从极其易变的人类和组织啊转移到了一个恒定的透明的数学代码之上。这当然不是一次轻松的旅程，所以需要我们以最大的敬畏心和严谨性去探索。
这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核心，更是关于协作关系的重塑。未来啊，早就已经写在代码里面了。